我们看这张图，1992年，江苏的一座东汉的古墓中，专家挖掘出了一件青铜卡尺。经过几十位的专家仔细的考证，他们确定是东汉时期的文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呢，这件卡尺的功能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卡尺几乎一模一样。更巧妙的是呢，卡尺上设计一个环形的拉手，古人们甚至可以单手操作就进行测量。这一发现让王莽时期的历史再被考古学家们怀疑，而这件卡尺也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该出土的3件文物之一。第二个，1973年，河南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陶制水管。这个陶制水管竟然和现在用的塑料管制几乎工作原理一模一样，而且还发现了3通和弯头等类似的陶制水管。看着这些，专家不由得感叹，这是否有人穿越回了商朝，将现代的工艺传授给了当时的古人呢？第三个，同样是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个道家宝库，出土的道家技术和道家失传的思想，这让汉朝之前的道家真相又浮出了水面。辛追夫人的尸体经历2000多年不腐不烂，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栩栩如生，像如同刚睡着了一般，皮肤还有弹性，头发也乌黑亮丽。和辛追夫人一起下葬的还有2件素纱单衣，去掉衣领和袖口只有24克，折叠可以放进火柴盒里。还有历经2000多年的藕汤，刚发现时藕片还在汤中晃动，这等逆天技术不敢想象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做到的。而为什么说马王堆汉墓是道家宝库呢？后来考证啊，马王堆汉墓一共有3个墓穴，而最大、最高、最奢华的叫辛追墓。辛追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位千年不腐的老太太，而最小、最矮、最寒酸的是利苍墓。利苍是帮助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位道家宗师，辛追是他的一个小妾，而中间那座是利苍儿子的墓，利姓，他是最正宗的道家姓氏之一。而堪比这几项失传的道家技术更加诡异的是失传的道家思想。马王堆一共出土了帛书12万字，后来历经几年的翻译编纂成了7大本书。这其中不仅揭露了皇帝和蚩尤的真实历史，还有古人观测29颗彗星的样子和运行的轨道。但是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是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帛书版《道德经》和我们现在所读的版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2个版本对照发现，《道德经》5000字81个章节居然有700多处被人恶意篡改，这也导致汉朝之后我们2000多年的《道德经》居然是假的。我们的《道德经》中说大器晚成，而帛书版的《道德经》说大器免成，这里只差1个字，但是意思完全不同。大器晚成一般指的是有能力出众的人想要获得成功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常常被用来鼓励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成就的人。而大器免成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承担重任，成就一番事业，不是靠简简单单的人力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特定的时间里特定的社会环境顺应天意。就如同当年雷军离开金山之后，经过痛苦的思考悟出了一个道理，比聪明和勤奋更努力的是要顺势而为。虽然只差1个字，但是这对后世的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相信大器晚成的人可能很勤奋，感觉成就早晚有天是属于自己的，但是这始终偏向于一种鸡汤。相信大器免成的人学会了顺势而为，在同样的努力之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要比盲目的努力更加重要。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道德经》的第8中说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与善信，这是最令人困惑的部分。为什么道家思想会有儒家的风味呢？怎么开始教人仁义了？后来帛书版出世之后，大家才知道书中根本就没有与善人和言善信，只是一个与善心。因为在老子的思想中，天下有道，所以就不会刻意体现出什么仁义道德。如果你是为了追求仁义道德的名号去做事，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最终的结果也是天底下的人都为了虚名，为了名声好听才会追求仁义道德。因此最好的品质是纯真的、简单的、自然的本性，最好的日子也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生活。还有一句话我们熟知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可是洗脑了我们上千年了。而帛书出土的《道德经》上说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真正的道家思想可从来没有说什么不争，这才解开了我们2000多年对道家真正本意的误解，是统治者为了固化底层民众思想而有意篡改的版本，让道家思想变成和儒家一个味道。而帛书版《道德经》的出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经》的本来面目。后来专家决定必须公开出版，让所有的人都了解我们的文化是强悍的，所以这本书呢，建议每个人都要收藏一本。